我意外觉醒肉体自爆天赋，威力巨大，再炸完就死，被评为最废天赋。同时还觉醒了隐藏神技无限重铸，死亡后只需 0.1 秒就能原地满血复活。道爷，我成了，只要我炸得够快，死神就追不上我。于是他把自己上交国家，要求把自己扔到怪物最多的地方。战场上便出现了一个疯子。这他妈是疯子吗？他都在我们主城自爆1万次了。龙国军事基地内，站住！军事重地，立刻退后，否则我们就开枪了。别紧张，兵哥哥，我是来送你的，我来把自己上交给国家。你是不是脑子坏了？赶紧走，别逼我动粗！我再说一遍，我有国家级战略机密要上报，如果不让我见你们最高长官，我就死给你们看。这年头碰瓷都碰到军区来了，要死远点，别脏了基地的大门。行，既然你们不信，那我就先给你们听个响。话音未落，秦烈体内的能量瞬间暴走，就像是一颗被点燃的人形炸弹。卧槽，快隐蔽！敌袭！大门口发生爆炸，请求支援！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从基地内冲了出来，迅速包围了大门口。硝烟渐渐散去，原本站在那里的少年已经消失不见，只剩下一滩触目惊心的血迹。这他妈是人体炸弹袭击，他人呢？炸没了吗？突然，那一滩血迹诡异地蠕动起来。0.1秒后，秦烈甩了甩头上的灰尘，对着目瞪口呆的哨兵挥了挥手。刚才那一下够不够劲？要是觉得不够，我还能再来一下。刚才明明炸成血水了，怎么眨眼间又活了？而且连个伤疤都没有，这是幻术还是见鬼了？现在能带我去见你们长官了吗？5分钟后，秦烈被押送到了基地最深处的审讯室，他面前站着的就是江海防区最高指挥官雷万军。刚才就是你在大门口自爆的？是我。你是异族的奸细，还是邪教的疯子？首长格局小了，我不是奸细，也不是疯子，我是华夏未来的。核武器。核武器？就凭你这小身板？小子，这里是军队，不是精神病院。虽然监控拍到了你复活的画面，但我更倾向于这是一种高级的障眼法，或者是某种替身类的一次性道具。我不信你能一直复活，说出你的真实目的，否则我有权当场处决你。首长，你不信？那太好了，来，开枪，一定要打准点，一枪爆头那种，那样死得快，不疼。你以为我不敢？别墨迹了，首长，咱们赶时间，要不这样，我自己来。说完，秦烈不等雷万军反应，脑袋往前一顶，直接撞在了枪口上，同时天赋发动，这一次是贴脸自爆。就在爆炸的瞬间，雷万军周身涌起一层斗气护盾，将自己和身后的特种兵队长死护住。毕竟是4阶强者，反应极快。这小子真他妈炸了，连句废话都没有，说炸就炸。他看向秦烈原本坐着的位置，地上只有一滩红色的血迹，只是眨眼间，秦烈就完好无损地出现在原地。首长，这个投名状够响吗？这一刻，雷万军的世界观彻底崩塌了。你真的死不了？目前来看是这样，只要我不想死，阎王爷也收不走我。而且首长你也看到了，我不光能复活，我还能炸。我现在才1阶，威力也就相当于几颗手雷。等我到了9阶，甚至更高阶时，我一个人就是一枚行走的洲际导弹，而且是无限弹药、无限续航，还能精准制导的洲际导弹。如果这小子说的是真的，那他的战略价值简直无法估量。小子，你叫什么名字？秦烈。好名字，够烈。从今天起，你就是江海军区的特级机密。你不就是想上交国家吗？国家收了，但你的情况太特殊，必须经过最精密的检测，我才能向上面汇报。随便测，只要别让我赔设备就行。随后，雷万军带着秦烈来到了一间全封闭的测试舱，几个科研狂人立马围了过来，眼神狂热的像是在看一只刚出土的恐龙。开始吧。随着雷万军的一声令下，各种探头贴满了秦烈的全身。心率正常，脑电波活跃度异常，是常人的3倍，骨骼密度 S 级，肌肉纤维强度 S 级。这真的是1阶的觉醒者吗？废话，死了那么多次，每次重铸都是一次优化，身体素质能不强吗？接下来是痛觉测试，小伙子忍着点，这是高浓度的神经毒素，会模拟出10级疼痛。来吧，大爷，搞快点！伸头刺入皮肤，瞬间一股钻心的剧痛顺着神经质冲天灵盖，就像是有1万只蚂蚁在啃噬骨髓。秦烈猛地瞪大了眼睛，冷汗瞬间浸湿了台面，但他一声没吭，甚至嘴角还在微微上扬，那种疼痛感让他感到自己还活着。痛觉神经反应正常，但他在笑。老教授手抖了一下，像看怪物一样看着秦烈。好了，最后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秦烈同志，你自己在里面自爆一次，这里是特制的能量吸收室，能承受5阶强者的全力一击。首长，这可是你说的，炸坏了不赖我。等所有人出去后，他深吸一口气，调动起体内那股狂暴的能量。能量峰值突破1阶极限，接近2阶水平，
生命体征消失，确认为死亡状态。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1秒、2秒，就在烟雾还没散去的时候，生命体征恢复，身体组织正在重组，速度太快了，高速摄像机都捕捉不到。0.1秒，真的是0.1秒。当烟雾散去，秦烈完好无损地站在测试舱中央，除了脸色稍微有点白，他连根毛都没少。那些科学狂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奇迹，这是奇迹呀！不死，真的有人能不死？雷万军看着这一幕，转身走出实验室，拨通了一个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号码。我是雷万军，烛龙计划可以终止了。我们发现了新的战略威慑力量，不是武器，是一个人。我申请给予最高级别保密权限，代号为火种。知道了，按你说的执行吧。这小子以后就是我龙国的宝贝疙瘩了。秦烈，从今天起，你就是江海防区的特级机密，3天后将对你进行为期3个月的特训，国家会倾尽一切资源培养你。是，首长。试试控制爆炸范围，能不能把伤害集中在一个点上？我试试啊。秦烈深吸一口气，把手按在墙上，感受着体内那股躁动的能量，试图引导他们向首长汇聚。给老子聚！卧槽，成啊！雷万军眼中金光爆射，竟然真能定向爆破，这意味着秦烈的杀伤力从面伤变成了点杀，这战略意义完全不同了。继续，再来。然而秦烈却愣在了原地，眉头紧锁，像是在感悟什么。恭喜宿主在极致的痛苦中领悟到被动技能痛苦转化 F 级，宿主死亡前承受的痛苦越强烈，下一次自爆的威力增幅越高，当前最高增幅200%。这特么是什么变态技能？越疼越强，这是逼着老子当受虐狂啊！不过为了变强，疼点算什么？首长，给我弄点辣椒水来，要最辣的那种，还有指压板、狼牙棒，哪怕是仙人球也行。你要那些玩意干什么？我想给自己加个 buff。接下来的画面简直少儿不宜，记录员们一个个脸色苍白。训练场上的秦烈全身倒满辣椒水，大号狼牙棒直接往他身上招。这一次的爆炸威力比之前大了足足1倍。复活后的秦烈满脸通红，眼神亢奋的吓人。记录下来，秦烈的训练等级提升至 S 级。另外通知后勤部多准备点止疼药。算了，不用准备了，反正他也死不了。首长，秦烈是个近战自爆流，必须贴脸才能发挥最大威力。要是遇到那些跑得快的或者会飞的异族，秦烈就只能在地上干瞪眼，总不能每次都指望敌人傻乎乎的冲过来给他爆吧。雷万军点了点头，把秦烈叫到跟前。秦烈，给你配个搭档如何？搭档不需要吧？我一个人就能炸穿地球。你能飞吗？你能瞬间移动到100米之外吗？你需要一个能把你扔出去的人，叫他过来吧。然后一个穿着清纯的女孩走了进来。这是林小雅，江海大学大一新生，她的天赋技能是空间传送门，原本是用来传送物资或者撤离伤员的，但我觉得用来传送你正合适。首长，你确定？这妹子看起来胆子比老鼠还小，别到时候被我的爆炸声吓晕过去。我不怕爆炸，我只是社恐。这年头还有社恐的觉醒者，行吧，那就试试。两人来到了训练场，林小雅还是第一次进这种军事禁区，紧张的手心全是汗。妹子你别紧张，待会儿你就开个门，然后我冲进去，就这么简单。林小雅深吸一口气，举手划过，一道空间漩涡在她面前成型。出口已定位，距离50米。好嘞，走你。秦烈像个炮弹一样冲进了漩涡，下一秒50米外的上空，空间裂开，秦烈从里面掉了出来。林小雅被爆炸声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好想，好吓人。妹子别哭啊，你刚才那一下扔的挺准的。林小雅看着眼前这个刚刚明明炸没了，现在又活蹦乱跳的男人，眼里的恐惧慢慢变成了好奇。你真的不疼吗？疼啊，疼的要死，只要能炸死敌人，这点疼算个屁，以后咱们就是搭档了。你负责开门，我负责送终，咱们组合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送葬者，怎么样，霸气不？林小雅看着秦烈那张充满自信又疯癫的脸，她突然觉得这个男人虽然是个疯子，但好像很有安全感。一个疯子配一个社恐，这组合绝了。我宣布，送葬者小组正式成立，立刻进行磨合训练，3天后有一场硬仗等着你们。江海市外围防线西北30公里的区域，空间突然碎裂开来，无数只体型如蚂蚁般的怪兽如潮水一样从裂缝里涌了出来。这种地级魔兽虽然单体实力不算强，但它们最恐怖的地方在于数量，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前线的哨所瞬间被淹没。江海防区指挥部的气氛凝重到了极点。报告首长，常规部队已经顶上去了，但火力严重不足，火焰喷射器根本烧不过来。他们的甲壳有抗火性，机枪扫射也只能阻挡前排，后面的踩着尸体就冲上来了。如果不加以遏制，这股蚁巢将在2小时内突破外围防线，直逼江海市居民区。这种规模的兽巢放在平时，至少需要调动一个重装师团，配合空中火力覆盖轰炸3天3夜才能解决。但现在时间不等人啊！首长，请求动用云爆弹。
不行，那里离水源地太近，云爆弹的化学残留会污染地下水。就算用了云爆弹，能炸死多少？1万还是2万？剩下的怎么办？只要以后不死，这些蚂蚁是杀不完的。以后就躲在地下几10米深的巢穴核心，常规轰炸根本伤不到它。雷万军深吸了一口气，眼神变得无比锐利。他转身看向一直站在角落里待命的那个年轻人。不需要重装师团，也不需要云爆弹，我们要用的是比核弹更干净、比云爆弹更高效的武器。送葬者小组立即出击。是。10分钟后，一架武装直升机在轰鸣声中升空。机舱内，林小雅脸色苍白，双手死死抓着秦烈。她虽然是觉醒者，但毕竟还是个大一新生，哪里见过这种即将奔赴战场的阵仗。远处地面上火光冲天，爆炸声连绵不绝，那是前线战士在用生命阻挡怪物的步伐。太惨烈了，这就是战争吗？秦哥，你不怕吗？有什么好怕的？下面那么多怪物，我们会死的。妹子，你还没搞清楚状况啊！对别人来说，下面是地狱，但对于我来说，下面全是行走的经验包啊！送葬者小队，我们已抵达目标空域，高度500米，正下方就是蚁穴入口，也是蚁群最密集的地方。祝你们好运！谢了兄弟，回头请你喝酒。小雅，别发抖了，干活了，把那个该死的门给我打开。林小雅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内心的恐惧，举手对准舱门外的虚空划过。蚁穴正上方50米，传送门。好远。各位观众朋友们，既然这帮蚂蚁想吃肉，那我就给他们送顿大的。话音未落，秦烈整个人像一颗炮弹一样，义无反顾地冲出了机舱。林小雅看着秦烈消失的背影，腿一软又坐回了椅子上。疯子，真的是个疯子。队长，怪物太多了，根本就杀不完，我们已经没子弹了。上刺刀，跟这帮畜生拼了！队长满脸是血，狠狠地劈碎了一只蚂蚁的脑袋。周围的蚂蚁越来越多，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必死无疑的时候，天空突然裂开了一个蓝色的洞，紧接着一个黑影从洞里掉了下来，正好砸在蚁群最密集的地方。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恐怖的冲击波以落点为中心，向着四周疯狂扩散。那些嗜血魔蚁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直接被炸成了粉末。侦察小队被气浪掀翻在地，但却奇迹般的没有受伤。爆炸的冲击波似乎被某种力量控制住，完美的避开了人类，全部倾泻在了怪物身上。这是什么威力？然而更让他三观尽碎的一幕发生了，仅眨眼的瞬间，被炸成血雾的年轻人竟完好无损地站在了坑底，他脸上露出了不满意的表情。范围还是有点小啊，不管了，量变引起质变，小可爱们别急啊，刚才那是开胃菜，现在正餐开始。接下来的几分钟里，秦烈就像是一台不知疲倦的人形打桩机，哪里蚂蚁多他就往哪里冲，像是一朵朵红色的死亡之花，在黑色的蚁巢中不断绽放。击杀敌级魔兽嗜血魔蚁，经验值加10。爽，太爽了！来啊，继续来啊！你们不是喜欢咬人吗？来咬我啊！周围的蚂蚁终于开始害怕了，它们虽然是低智商的魔兽，但生物的本能让它们对这种杀不死的存在感到恐惧。怎么怕了？你们不来，那我就过去。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以后大妈，我来给你送温暖了。秦烈大吼一声，冲进了蚁群的最深处。这他妈是哪路神仙？一个人把几万只蚂蚁炸退了。报告指挥部，这里是侦察3队，危机好像解除了，不应该说是那个疯子杀进去了。此刻秦烈来到了巢穴的最核心区域。愚蠢的人类终究抵挡不住本后的精神威压。作为低级巅峰的 BOSS， 我最擅长的不是肉搏，而是精神控制和精神鞭挞。逗你玩的傻虫子，你这精神攻击力度不够啊，还没我上次吃芥末枪的疼。以后恼羞成怒，绿色的酸液诸如高压水枪般喷射而出，直奔秦烈面门。这酸液连钢铁都能瞬间腐蚀，沾上一点就是骨肉分离。就是这个感觉。检测到宿主承受极致痛苦，痛苦值转化中，当前爆炸威力增幅100%、200%、300%。给老子爆！这一声爆炸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响亮。许久之后，原本不可一世的蚁后已经消失不见，只剩下焦黑的残渣和一颗散发着金色光芒的魔核。地级巅峰魔核应该能卖不少钱吧？或者给小雅当零食吃。恭喜宿主击杀地级 BOSS 嗜血蚁后，获得大量经验值，等级提升至2阶。检索新天赋，冰箱爆炮，可控制爆炸方向，形成山形或锥形冲击波。2个小时后，江海防区指挥部。首长，你找我。这次任务完成的不错，上面对你们的表现很满意，决定给你记一等功。首长，那个有奖金吗？或者换成好吃的也行。你现在是国家的人，眼光要放长远点嘛。对了，关于这次战斗，你有什么总结或者建议吗？首长，我有大问题要反映，传送门太慢了。小雅妹子虽然开门挺准，但是那玩意儿有前摇啊，太耽误事儿了。而且每次从那个洞里钻出来，我都觉得有点头晕，影响我自爆的手感。秦哥，那已经是瞬发了呀。秦烈没理会，继续说道：
首长，咱们有没有那种更直接一点的交通工具，比如大炮，那种口径特别大的，你们直接把我塞炮筒里，砰的一下打出去，落地直接炸，连瞄准都省了。把人当炮弹打，这他妈是什么碳基生物能想出来的战术？好像还真他妈可行。反正这小子炸不死，摔也摔不死，只要能送到地方，怎么送不是送？既然你想做大炮，老子就给你造，我这就联系军工部，让他们改一门要塞炮出来，以后你就是咱们江海防区的人间大炮。首长英明。另一边，江海是某处隐秘的地下室里。目标确认，江海驻军基地疑似新型生化武器，能量等级 S 级，必须在它成型之前把它扼杀在摇篮里。是。江海驻军基地食堂，秦烈端着一个比脸盆还大的不锈钢餐盘，正在窗口排队。阿姨，给我来5斤红烧肉，再来10个大馒头，汤要大碗的。这就是那个所谓的 S 级能量源，看起来就是个饭桶啊。小伙子，多吃点，长身体。谢谢阿姨，阿姨你手真稳，一点都不抖。吃吧，这就是你的断头饭。就在秦烈咽下第3块肉的时候，他的动作突然停住了，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瞳孔猛地放大。秦哥，你怎么了？快叫军医，有人食物中毒了。哼，任务完成，太简单了。所谓的 S 级威胁也不过如此。哎呀，可惜这么好的肉了，下这么重的毒。秦哥，你没死。刚才确实死了一次，不过阎王爷嫌我烦，又把我踢回来了。喂，那位阿姨，你这调料放的有点重，是不是该给我个说法？这怎么可能？那可是我樱花国用7阶魔兽的毒囊提炼而成的断魂散，就是一头大象吃下去也会在1秒钟内心脏骤停。就算他是高阶强者，也不可能一点事都没有啊！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怪物？既然毒不死你，那就把你切成碎片。我正愁没理由炸个痛快呢，既然来了，就别走了。烟尘渐渐散去，原本整洁明亮的食堂，此刻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混凝土坑洞。这就没了？不是要把我切片吗？怎么连个响都没听，全就挂了？全场死一般的寂静。此刻战士们看秦烈眼神是深深的敬畏，甚至带着一丝恐惧。秦哥，你把食堂炸了！就在这时，雷万军带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冲了过来，看到眼前的惨状，雷万军的眼角疯狂抽搐。秦烈，你首长，这不能赖我，他要取我首级，我不炸他，我脑袋就要搬家了。你就不能换个温和点的方式吗？间谍人呐！秦烈指了指脚下的灰烬。首长，这算是立功了吧？这可是个4阶的大鱼啊，能不能给批点夜宵经费？刚才那一炸消耗有点大，我现在能吃下一头牛。雷万军看着秦烈那张欠揍的脸，突然觉得有点心累。通知后勤部再送200斤牛肉过来，另外把食堂修一下。算了，直接重建吧，建成碉堡那种规格的。说完，雷万军深深地看了秦烈一眼。既然你这么能炸，正好有个新东西让你试试，保证让你耍到飞起。这是拜兽教的死刑犯，这帮人为了追求力量，把自己改造成了半人半兽的怪物，甚至还想在市区投放病毒。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沾满了无辜平民的血，死100次都不嫌多。今天他们就是你的靶子。就这，看起来也不惊炸。检测到复读等级提升至1阶巅峰，解锁2种新天赋，请宿主选择其一进行强化。第1种，火焰自爆，爆炸时的瞬间高温和冲击力对其造成极致的物理破坏。第2种，辐射自爆，爆炸时释放高浓度辐射云，对范围内所有生物造成持续性基因崩坏和虚弱效果。嘿嘿，辐射自爆，持续掉血，基因崩坏，这听起来就很变态啊！而且这玩意儿是魔法伤害啊，物理防御再高，能防得住辐射吗？系统妹子，我选第2种。辐射自爆已激活，当前辐射等级1级。秦烈深吸一口气，体内能量性质发生了改变，原本躁动不安的火热变成了一种阴冷、粘稠、带着丝丝诡异气息的绿色能量。他看向那几个拜兽教的死刑犯，眼神变得有些怜悯。各位，下辈子记得做个好人。小崽子，你看什么看？等老子挣脱了，一口咬断你的脖子！行啊，不过在那之前，我想请你蒸个桑拿，绿色的那种。话音未落，秦烈体内的能量瞬间引爆。这一次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也没有刺眼的火光，只有一声沉闷的声音。我的眼睛看不见了。啊，好呀，我的皮在掉。雷万军和几个科研人员死死盯着屏幕上的数据。辐射值爆表，这简直就是个微型反应堆泄露现场，生命体征急速下降，目标的细胞正在大面积坏死。天哪，那头怪物的再生能力完全失效了，他的伤口根本无法愈合。仅仅过了10秒钟，那几个死刑犯怪物已经变成了一堆堆肉渣。嘿嘿，太残暴了，不过我喜欢。首长，这新技能不错，以后要是遇到那种成群结队的，或者是皮糙肉厚的，我就给他们来个全家福套餐。哈哈，臭小子，以后可千万别去那种有平民的地方，这哪里是核弹，这分明就是行走的切尔诺贝利啊！就在这时，电话突然响起，这种铃声代表着最高级别的紧急军情。我是雷万军，老雷，我是李铁血，真龙关快守不住了，是尸兽潮，无穷无尽的尸兽潮，我们这边弹药快打光了，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雷万军的瞳孔猛地收缩，镇龙关那是华夏西北最重要的门户，一旦失守，身后的数个行省将无险可守，亿万百姓将沦为异族的口粮。坚持住，援军马上就到。秦烈，跟我走，有大活了。华夏西北镇龙关，这里是人类文明与荒野异域的交界线，也是死亡气息最浓郁的地方。城墙下是一片黑色的海洋，那不是水，而是无穷无尽、密密麻麻的尸首。他们没有痛觉，没有恐惧，只有对生者血肉的无限渴望。手雷，扔手雷，别让他们冲过防线。指挥所内，镇龙关守将李铁血双眼布满血丝。师长，3团顶不住了，伤亡超过80%。师长，东侧城墙出现缺口，请求异能者小队支援。师长，没子弹了，兄弟们正在上刺的哦。一个个坏消息像重锤一样砸在李铁血的心口。他知道这次是真的到极限了，这股尸兽潮的规模远超以往任何一次，背后绝对有高阶异族在操控。告诉兄弟们，就是拿牙咬，也要给我咬住！身后就是万家灯火，我们退一步，百姓就要死绝。这不错，老子就死在这儿了。但李铁血心里清楚，光靠意志是挡不住这钢铁洪流般的怪物的。报告师长，空域出现不明飞行物，速度极快，正在向我方阵地俯冲。是援军吗？不是编队，是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另一边的万里高空之下，秦烈的身体和空气摩擦产生了高温，周围出现了一层淡淡的红光，就像是一颗从天而降的陨石。来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这一发是替那些牺牲的兄弟们送的，给老子爆！一声比雷鸣还要响亮1万倍的巨响在大地上炸开，无数兽巢统统被撕成了碎片，甚至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就直接气化了。这他妈是援军，这他妈是哪路神仙下凡了？一击，仅仅是一击就清空了1/10的战场。周围的战士们也都看傻了，他们忘记了开枪，忘记了挥刀，呆呆地看着那个还在燃烧的巨坑。大家好啊，刚才那个见面礼够响吗？来得好，试试我的新玩意儿吧。秦烈心念一动，切换天赋辐射自爆。他这次没有把自己炸碎，而是一股诡异的墨绿色瞬间从秦烈体内爆发出来。这是高浓度的辐射尘埃，那几只冲在最前面的尸熊迅速溃烂溶解，他们引以为傲的再生能力此刻彻底失效了。此时秦烈就像是一个散发着死亡气息的幽灵，凡是他走过的地方，所有的尸兽全部被溶解。师长，那个人真的是咱们这边的吗？我怎么感觉他比那些怪物还要像怪物啊？别瞎说，那是国家派来的特种兵。特种兵有点特殊癖好是很正常的，只要他能杀怪物，那他就是咱们的好兄弟。这不可能，那人类用的什么新战术？是生化武器吗？可是生化武器不应该把自己也毒死吗？指挥官大人，前面的炮灰部队快被那个绿人杀光了，我们的推进速度完全停滞了。废物，一群没有脑子的低等生物，连一个人类都挡不住。传我命令，让缝合军团上，他们没有痛觉，而且对毒素有极高的抗性，我就不信那个脆弱的人类能挡得住他的碾压。哟呵，来硬菜了，这块头经验值肯定不少吧？大胖子该减肥了。完了，秦哥被抓住了，师长快开火掩护他。就在所有人都以为秦烈必死无疑的时候，被刺穿身体的秦烈突然抬起了头。这一次秦烈将所有的能量都集中在手掌上，进行了一次极致的点杀爆破，恐怖的冲击波直接把怪兽的脑袋炸得稀烂，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他死不了？一种未知的恐惧开始在这个高阶异族的心头蔓延，自己这次发动的兽潮好像踢到铁板了。对面的那个指挥官，你派来的都是些什么破烂玩意儿？你要是实在没人了就自己上，爷爷我让你3招。嘿嘿。高阶异族的身体猛地一僵，他活了几百年，还是第一次在战场上被人指着鼻子骂，这次彻底破防了。作为一个高贵的异族领主，他何时受过这种屈辱？杀了他，给我杀了他，不惜一切代价把他给我轰成渣。随着他的命令，异族大军后方的远程部队终于动了，同时调转方向，本应该攻城的异族大军现在全部围着秦烈一个人打。狂妄的人类在这种程度的攻击下，连灵魂都会被撕碎。这样不行，秦哥优点是死不了，缺点是腿短手短，容易被风筝。他现在被困住了，必须帮他动起来。林小雅看向不远处的城防重炮，一个疯狂的念头冒了出来。李师长，我有个计划，能不能把那门主炮借我用一下？你要它干什么？炮弹都打光了。我们不需要炮弹，我有空间定位能力，可以直接把它传送到炮膛里，然后把它发射到兽巢最密集的地方。它落地自爆后，我再用传送门把它拉回来。只要配合得好，我们就能制造出一台无限弹药的人形自走火炮。李铁血听得头皮发麻，这他妈是什么碳基生物能想出来的战术？把人当炮弹，还要循环发射，这是要把秦烈当成生产队的驴来用啊！但仔细一想，这好像是目前破局的唯一办法。
秦烈，有个新战术需要你配合一下，我们要用大炮把你打出去。真的吗？我早就想试试了，快，我已经迫不及待了。一道蓝光闪过，秦烈瞬间消失，下一秒他就出现在巨炮的炮膛里。目标锁定，受朝左翼密集区，预备，放。接下来的10分钟里，那门400毫米的巨炮以每分钟60发的射速疯狂咆哮，它射出的不是钢铁弹子，而是落地就炸的疯子。这他妈就是传说中的无限连发人形洲际导弹。此时一组指挥官终于坐不住了，再这样下去，不用等那个飞来飞去的疯子把他们炸光，他的军心就要先崩了。必须动用底牌了！随着指挥官一声怒吼，眨眼间一尊庞大到令人绝望的身影彻底展露在所有人面前。他居高临下的俯视着渺小的镇龙关，眼神中充满了对生命的漠视。这是什么怪物？完了，全完了！我们的城墙最高只有30米，这怪物比城墙还高出一大截，他只要冲过来，一脚就能把城门踩碎。给我开火，所有重火力全部开火，不能让他靠近城墙，一旦让他撞上来，我们就全完了。所有人把弹药全部倾泻而出，让人绝望的是，那些炮弹打在猛犸的身上，竟然只溅起了一点点火星。愚蠢的人类，这是来自深渊的馈赠，是力量的极致。你们那些可笑的玩具根本伤不到他分毫。去吧，汉地猛犸，给我踏平这座关隘，把里面所有的人类都踩成肉泥。我尼玛，这也太大只了吧！这得吃多少吨饲料才能长这么大？如果能把它炸死，那我岂不是能直接升到3阶甚至4阶？而且这玩意儿这么大，身上肯定全是宝吧？秦烈，快撤！那怪物不是你能对付的，他是6阶领主，物理防御几乎无敌。我们准备启动最后的刺毁程序，炸毁城墙通道，尽量拖延时间。李铁血的声音里充满了决绝，显然他已经做好了同归于尽的准备。老李啊，你是不是太小看我了？我可是国家认证的战略核武器啊，哪有核武器还没炸就撤退的道理？小雅妹子，我要你直接在我面前开个门，出口就定在那家伙的嘴里，我要给他做个胃镜。秦烈，你疯了！他的胃酸能瞬间融化钢铁，他的咬合力能粉碎金刚石，你进去就是送死，连渣都剩不下。小雅，快开门！这是命令也是请求，相信我。林小雅擦干眼泪，眼神变得坚定起来。她知道秦烈是对的。空间传送定位，目标汉地猛犸口腔内部，开。蓝色漩涡出现在秦烈的面前，而漩涡的另一头便是汉地猛犸的喉咙。下一秒，秦烈的身影消失在漩涡中，而那头汉地猛犸突然感觉喉咙里一凉，像吞进去了什么奇怪的东西。汉地猛犸的食道内，秦烈像是被扔进了一个发酵了10年的沼气池里，这味道简直能把人的天灵盖都熏开。他的手掌刚接触到肉壁，就冒起了一阵白烟。越疼炸得越响，就在这来一发吧，给你的嗓子消消毒。汉地猛犸突然一僵，张开嘴，一大团夹杂着火星的黑烟从他嘴里喷了出来。怎么回事？他怎么停下来了？难道是吃坏肚子了？还没等他想明白，猛犸的体内再次传来了一声闷响，发出一声充满极致痛苦和恐惧的惨叫。他那庞大的身躯再也支撑不住，轰然倒塌，无数躲闪不及的尸首直接被他压成了肉泥。我的天，这就倒了！秦烈那小子到底在里面干了什么？他大概是在里面搞装修吧，暴力拆迁的那种。猛犸的体内秦烈再次复活。我操，这也太赖皮了吧！我都把你胃炸穿了，你还能长回来？这恢复能力都快赶上我的无限重铸了。常规的物理爆炸，哪怕加上痛苦转化，也破不了他的防。他的体量太大了，生命力太强了，就像是用手雷去炸航母，虽然能炸个坑，但沉不了。必须换个思路，不能只靠物理伤害，得用点魔法。秦烈突然想起了自己觉醒的那个新天赋分支——辐射自爆。之前他对付那些小怪，用的是大范围的辐射云，主要是为了持续掉血。但如果把所有的辐射能量压缩到一个点呢，就像是把一个核反应堆塞进一个高压锅里。大个子，既然你这么能扛，那我就请你吃个真正的硬菜。这道菜的名字叫和平。秦烈调动体内所有的能量，痛苦转化全部填进去，把老子这辈子受过的罪、吃过的苦全部加进去，给我巨变。汉地猛犸突然浑身僵直，他的眼珠子瞪得滚圆，想要惨叫却发不出声音，因为他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这股恐怖的辐射威压下瑟瑟发抖，失去了控制。这是什么能量波动？不属于魔法，也不属于斗气，这是一种纯粹的毁灭气息。不好，快撤！猛犸体内秦烈已经变成了一个发光体，一道绿的让人心慌的冲天光柱从猛犸的嘴里喷出来，庞大的身躯在那恐怖的高温和辐射流中瞬间泄露，紧接着就是毁灭性的坑击波，方圆2公里内的所有事物通通变成了灰烬。这他妈是人类能搞出来的动静？这威力跟战术核弹相比也毫不逊色吧？而且这颜色怎么看着那么瘆人呢？师长，我们赢了，我们所做了，是他救了我们所有人。传我命令，打开城门，我要去迎接我们华夏的英雄。镇龙关守备军团总指挥李铁血代表镇龙关53612名将士向您致敬。紧接着，数千名劫后余生的战士齐刷刷地抬起了右手，他们的眼神中没有了之前的困惑和古怪，只剩下最炙热的崇拜与感激。秦烈这个名字迅速传遍了华夏军方的高层，会议室内坐着10几位肩扛金星的将领，每个人都神情严肃，反复观看着秦烈在镇龙关战场上的个人秀。
说说吧，对这个代号火种的小家伙有什么看法？哈哈，这小子是个宝贝，天大的宝贝，一人成群，这简直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战略级武器啊！我建议立刻把它调到我们空军来，我们有最好的飞机，可以把它扔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老张，你放屁！这等国之重器，当然要来我们海军。我们有航母，有潜艇，可以从水下悄无声息地把它送到敌国海岸线。到时候让它从海里钻出来，直接在他们首都开花，那画面想想都带劲。都别争了，秦烈同志最经典的战术是人体炮弹，这说明他跟我们陆军的炮兵是天作之合。把它交给我们，我们能把它玩出花来。会议室里瞬间吵成了一锅粥，海陆空三方的将军们为了抢夺秦烈这个人形核武的归属权，争得面红耳赤，差点当场打起来。雷万军坐在角落里，心里却在冷笑：哼，你们抢得过我？秦烈可是老子第一个发现的，他是我江海军区的人。行了，都别吵了，秦烈同志的归属问题以后再议。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如何奖励这位为国立下不世之功的英雄。我提议，鉴于秦烈同志在镇龙关战役中的卓越表现，以及他无可替代的战略价值，破格授予其少将军衔，并以他为核心组建一支独立建制的特种作战旅。番号送葬者，这支部队将直接听命于统帅部，拥有最高级别的行动权限和资源调配权。龙帅的话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会议室里炸开，一个还不到20岁的年轻人直接授予少将军衔，这在华夏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这一次没有人反对。老雷啊，你这次可是给国家立了大功了，招来了这么一个宝贝疙瘩，让那小子进来吧。首长叫我来这干啥啊？开批斗大会吗？我可没犯错误啊。秦烈同志，我代表统帅部，代表全军将士，感谢你为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经统帅部一致决定，授予你护国英雄勋章，并破格提拔你为华夏最年轻的少将。首长，勋章那玩意儿能吃吗？它是甜的还是咸的？这小子脑子里除了吃和炸，就不能有点别的东西吗？好好好，要的就是你这股子实在劲儿。勋章不能吃，但它能给你换来吃不完的好东西。既然你对当官不感兴趣，那这个将军的虚名就先挂着。我们来点实际的，国家宝库对你无限制开放，看上什么你随便拿，只要能让你变得更强，能让你炸得更响，整个国家都是你最坚实的后盾。1个小时后，秦烈心满意足地从国家宝库里走出来，怀里抱着像是煤球一样的东西，还有一本古书。你就选了这些？嘿嘿，这些是燃料，能增加我的爆炸当量。这个是新的炸法，灵魂震荡。物理爆炸总有极限，接下来我要开始研究怎么炸灵魂了。雷万军看着秦烈眼中闪烁的疯狂光芒，没来由的打了个寒战。物理超度已经够惨了，这要是再加上灵魂超度，那画面太美，他不敢想。对了，首长，林小雅同志能不能以后就跟着我了？他那个传送门挺好用的，指哪打哪，比我自己跑得快多了。而且他还会地水地饭，是个优秀的后勤兵。准了，以后林小雅同志就是你的专职饲养员尖头弹手，工资翻倍，待遇从优。接下来的1个月里，秦烈把自己关在重力训练室里，钻研古书里的新技能灵魂震荡，如何调动精神力，形成一种无形的冲击波，直接攻击敌人的灵魂。不行啊，我就是个战士，或者说是个炸弹，懂什么冥想啊？既然常规方法走不通，那就只能用自己的疯子方法了，不就是把精神力打出去吗？既然我不会打，那我跟着身体一起炸出去不就行了？1次不行就100次，100次不行就10000次，反正我有的是命，有的是时间。终于在第9999次自爆之后，恭喜宿主在无尽的痛苦中领悟了力量的真谛，获得全新融合技能灵魂爆破3阶。引爆自身时，将同时引爆灵魂，对指定范围内所有目标造成无视物理防御的灵魂冲击伤害。该技能可对灵体、躯体、精神体等非物质生物造成毁灭性打击。嘿嘿，成了，这下就算是遇到阿飘，我也能把他炸得魂飞魄散了。就在这时，雷万军一脸焦急地冲了进来。秦烈，别练了，有新任务了，是个硬骨头，非你不可。首长，你就说炸谁就行了，我保证完成任务。最近1个月，东海龙王沟海域出现了一件怪事，所有经过那片海域的船只，无论是军舰还是商船，全部离奇失踪。派过去好几波侦察小队，甚至包括一支由4阶强者带队的特种部队，全都跟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有去无回。是海怪吗？比海怪更麻烦。根据情报部门的分析，这应该是一座罕见的 S 级移动副本，代号幽灵船。船上的敌人不是实体生物，而是由无尽怨念汇聚而成的怨灵。他们物理免疫，无形无质，常规的枪械火炮对他们根本无效。我们派去的各种兵一身的本事使不出来，最后活活被他们吸干了阳气，变成了船上新的怨灵。物理免疫，专吸阳气，这不就是给我的新技能量身定做的靶子吗？这哪是幽灵船啊，这分明就是一座移动的经验宝库啊！首长，你放心，我保证把他们超度得干干净净，骨灰都给他扬了。
这次行动还是林小雅和你搭档，海军会派出一艘最先进的隐形驱逐舰，把你们送到目标海域。记住，这次的任务目标有2个：第一，查清楚幽灵船的来历以及它为什么会突然出现；第二，如果可以的话，回收船上的遗物。根据史料记载，这种汇聚了大量怨念的幽灵船上，往往会诞生一些特殊的宝物。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回收，那就把它炸沉。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绝对不能让它靠近我们的海岸线。说道。秦哥，我害怕，这地方好吓人。秦烈看了看远处那艘散发着不祥气息的幽灵船，别怕，有哥在，待会儿你就跟在我后面，看我怎么把这些小可爱们一个个都送去见佛祖。舰长，把船再往前靠，我得上去看看。秦将军，就你一个人？放心，我一个人就够了，你们在这儿等着，帮我看着小雅就行，别让她掉海里喂鱼了。下一秒，秦烈像颗炮弹般冲天而起，精准地落在了幽灵船的甲板上。嘿嘿，看位小菜来了。几十只怨灵瞬间化作一道道虚影，直接穿过了秦烈的身体。那种感觉就像是3伏天突然被扔进了冰窖，一股深入骨髓的寒意瞬间传遍全身。好了，热身结束，接下来尝尝我给你们准备的新菜吧。灵魂爆破，给我爆！一声极其沉闷的声响从秦烈体内传出，下一秒那些怨灵的魂体直接炸成了漫天飞舞的幽绿色光点。还有谁？秦烈大吼一声，朝着船舱的方向冲了过去。终于找到你了，大 boss！ 卑微的人类竟敢闯入我的陈年之地，你的灵魂将成为我新的养料。突然一道闪电瞬间射入了秦烈的眉心，秦烈眼前的景象瞬间变了，他不再是在阴森的船上，而是回到了那个熟悉的觉醒广场。周围的同学、老师，还有雷万军、李铁炫、林小雅，所有他认识的人都用一种怜悯和嘲笑的目光看着他。秦烈，你这个 F 级天赋的废物，天赋用一次就死，连炮灰都当不了，可惜了，长得那么帅，脑子却不好使，还妄想上交国家。听说你最近到处跟人说你能无限复活，我看是受刺激太大，疯了吧？嘲讽声、议论声像潮水一样的。就这，拿我刚觉醒时候的场景来搞我心态，太小儿科了吧？秦烈刚想用灵魂爆破震碎这个幻境，忽然幻境再次一变，他站在一片荒芜的平原上，周围没有任何声音，死一般的寂静。秦烈往前走，走了很久很久，周围没有怪物，没有敌人，整个世界一片祥和安宁。秦烈的心开始一点点往下沉，他想找个东西炸一下，但是没有，一身的本事无处施展，无尽的生命无处安放，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瞬间揪住了秦烈的心脏。不要啊！秦烈双手抱头，发出了惊恐的尖叫，这是他来到这个世界后第一次感到如此纯粹的恐惧。看到了吗？这就是你内心最深的恐惧。沉沦吧，就在这永恒的孤独中慢慢疯掉吧，然后你的灵魂将成为我最美味的甜点。原来我最怕的是这个，谢谢你让我这么害怕。你知不知道我越害怕就越兴奋啊！痛苦转化启动。检测到宿主精神遭受极度恐惧侵蚀，当前灵魂爆破威力增幅1000%。为了感谢你让我这么害怕，我决定送你一发超级加倍的灵魂大爆破。一股肉眼可见的灵魂冲击波，如同海啸一般，瞬间从秦烈的体内爆发出来。深海怨灵王的魂体在极致的灵魂能量面前，被一寸片的撕裂、净化、湮灭。击杀5阶 BOSS， 深海怨灵王获得大量经验值，等级提升至3阶中期，灵魂爆破技能熟练度提升，范围扩大，威力增强。秦烈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感觉整个人都虚脱了。刚才那一发超级加倍灵魂爆破，几乎抽干了他所有的精神力。这玩意儿后劲儿真大，看来以后得多找点这种会玩精神攻击的练手，不然哪天真遇到个更厉害的，把我关小黑屋里，那不就完犊子了。秦烈环顾了一下四周，在怨灵王消失的地方，静静地漂浮着几样东西：一颗怨灵核心，一本用鲨鱼皮包裹的古老航海日志，还有一把锈迹斑斑的船长配件。嘿嘿，好东西啊！秦烈眼睛一亮，直接把晶石塞进了嘴里，一股清凉的能量瞬间传遍四肢百骸，让他感觉整个灵魂都升华了。这味道比之前那些狮兽精核好多了。还有拿起那本航海日志，原来这艘船名叫海妖之号，在一次寻宝过程中遭遇了风暴和海怪的袭击，全船的人都死了，他们的怨念和宝藏的诅咒融合在了一起，才形成了这艘幽灵船。宝藏发财了！小雅，听到请回答。秦哥，你还活着？哥是谁？死不了，赶紧的开个门，坐标船底货舱，这里有宝藏。秦哥，这船快沉了，你快出来啊！出来个屁，等我把宝藏搬出去再说。很快，一道蓝色的传送门在秦烈面前打开，秦烈头也不回地冲了进去，眼前的景象让他倒吸了一口凉气。我操，这下真发了！小雅，快接住，都是你的！秦烈在船舱里干了10几分钟，眼看海水已经淹到了胸口，船体倾斜得越来越厉害。既然捞不走，那就谁也别要了。雷首长说过，如果情况紧急就把它炸沉，现在就很紧急嘛，宝藏都快被水淹没了。嘿嘿。秦烈张开双臂，他要试试炸沉一艘排水量上万吨的巨轮需要多大的当量。他将体内的能量不断压缩，
就这样，幽灵船事件以一种极其暴力且高效的方式被解决了。半个月后，雷万军一脸严肃地找到秦烈：“别睡了，起来干活了。”首长，又咋了？又有哪个不长眼的来送人头了？比那个麻烦，你自己看。秦烈拿起文件，标题上几个大字让他瞬间清醒了：关于举办第1届全球觉醒者联合演习的邀请函。联合演习？这是啥？世界警察开大会吗？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最近局势不太平，几个大国之间摩擦不断，为了避免擦枪走火，也为了重新划分一下实力版图，联合国提议举办一场全球范围内的觉醒者联合演习。说白了就是亮肌肉，谁的拳头硬，谁以后说话就大声。秦烈翻看着文件，后面附着一份参赛国名单和他们的代表队信息，基本上排得上号的国家都派出了自己压箱底的王牌。这阵仗不小啊！那我们华夏派谁去？总不能让我去吧？我这 F 级天赋上不了台面啊！少给我装蒜！统帅部已经决定了，这次联合演习就由你们送葬者小队代表华夏出战，你担任队长，林小雅担任战术辅助。秦烈，这次演习非同小可，它关系到我们华夏未来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所以这次演习不用留手，只许胜不许败。至于其他的，你随意。秦烈听懂了，这是尚方宝剑啊，只要不出人命，怎么折腾都行。他看着那份名单上樱花国的剑圣和美丽国队长的名字，露出了一个极其和善的笑容。放心吧，首长，我这个人最喜欢交朋友了，我保证会让他们感受到来自东方大国的热情好客。雷万军知道自己这次是把一口真正的恶魔放出了笼子，希望那些自以为是的西方精英们能扛得住这个疯子的友好问候吧。我觉醒肉体自爆天赋后，代表华夏国参加全球觉醒者联合演习，让那些看不起华夏的异国强者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东方恶魔。我宣布，全球联合演习现在开始。第一项演习科目为孤岛求生，所有参赛队伍要在无人荒岛上寻找并激活100个积分终端，每个终端10点积分，击败其他队伍的成员可夺取对方1半的积分。24小时后，积分最高的队伍获胜。他们华夏是没人的吗？派2个乳臭未干的小鬼来参加这种级别的演习，希望他们不要第1轮就对上我们，否则会死得很难看。弱者没有资格站在这个舞台上。东海岸试炼岛，秦烈悠闲地晒着太阳，没有一点比赛的紧张感。秦哥，我们是来比赛的，不是来旅游的，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急什么？找那100个破终端多麻烦啊！我有更简单的方法。什么方法？小雅，你看这座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100个积分终端分布在各个角落。那些队伍为了抢积分，大决战最有可能发生在地图中心的火山岛附近。所以我们只需要等到他们打得差不多的时候，再过去给他们一锅端了。到时候他们辛辛苦苦抢来的所有积分，不就都是我们的了吗？可是万一他们不按你想的来呢？那我就把这座岛炸了，到时候大家一起玩完，谁也别想得分。反正我们是东道主，大不了重赛一场。此时林小雅终于明白为什么雷将军让他来当战术辅助了。岛屿的另一边，美丽国队长史密斯和樱花国的剑圣佐藤已经成功会师，他们身后还聚集了英吉利、法兰西等几个西方国家的队伍。史密斯队长，我提议我们俩联合起来，先淘汰掉周围的垃圾，再清除华夏队的那2个废物，最后再来决定谁是最后的冠军。我同意，那种废物不配和我们站在一起。终于大规模的混战在此刻爆发。此刻美丽国的史密斯队长手持巨大的星盾，他那 SS 级的天赋震惊之躯让他拥有了近乎无敌的防御力，无论是沙俄国的战斧还是法兰西国的圣光炮，打在他身上都如同隔靴搔痒。一群弱者，就凭你们也想跟我美丽国争夺冠军？乖乖交出积分，我可以考虑让你们死得痛快一点。他身后的樱花国佐藤 SS 级天赋一刀修罗则像一个鬼魅，他闭着眼睛，手按在腰间的刀柄上，整个人仿佛与周围的阴影融为了一体。哈塞！只是刀光一闪，便将攻击者一分为2，拦腰斩断。佐藤别玩了，先解决掉那个最碍眼的家伙。你这个华夏的废物终于肯露面了吗？我还以为你要躲到比赛结束呢，正好拿你开刀，让全世界看看华夏派来的到底是个什么货色。面对疾风吧！话音未落，刀光亮起，这一刀他要一击必杀。是修罗斩，那个华夏人死定了，他连反应都做不出来，真是个废物。就在所有人都以为秦烈会被斩成2半时，然而秦烈在面对这足以秒杀4阶强者的致命一击，甚至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任由那把锋利的太刀贯穿了他的胸膛。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不走？难道他被我的气势吓傻了？抓到你了！你不是说我是废物吗？那你现在被一个废物抓住了，你算什么？佐藤瞳孔猛地收缩，一股让他灵魂都在颤抖的毁灭气息正从眼前这个男人的体内疯狂流入。不好，这家伙要自爆！你这个疯子！恐怖的能量在零距离瞬间爆发，佐藤整个人被炸飞出上百米远，最后重重地砸进了一块岩石里，进气多出气少，眼看是活不成了。刚才发生了什么？那个华夏人抱着樱花国的剑圣自爆了，这是什么打法？伤敌800，自损1万吗？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场闹剧以2败俱伤的方式结束时，一个熟悉的身影重新出现在了众人眼前。所有人都僵在了原地，他们脸上露出震惊、不解以及无法掩饰的恐惧。
活了，他居然又活了！刚才明明被炸成了漫天血雨，怎么一眨眼就跟个没事人一样站起来了？而且连衣服都没破，这是什么魔术？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没有人能在那种程度的自爆中活下来。他是魔鬼，他一定是魔鬼！都给我冷静！不过是蝎杖演法而已。我不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杀不死的人。就算他能无限复活，他的攻击力也有限。只要正面挡住他的爆炸，他就是个没牙的老虎。看我来终结这个小丑的表演！史密斯大吼一声，朝着秦烈冲了过去。在即将与史密斯相撞的瞬间，秦烈再次发动了肉体炸弹。烟雾散去，让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史密斯那高大的身躯纹丝不动，他的盾牌上竟然连一丝裂纹都没有。看到了吗，废物！你的自爆也不过如此。谁告诉你我只会这一招了？物理防御确实不错，不过你这身铁皮罐头戴防毒面具了吗？防毒面具什么意思？还没等他想明白，秦烈心念一动，切换天赋，辐射自爆，一团墨绿色云以秦烈为中心瞬间爆发开来。这是什么东西？你的物理防御再高，你能挡得住伽马射线吗？你能让你的 DNA 不崩断吗？史密斯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在从内部崩溃，他想跑，但眼前的这个恶魔又一次爆炸。感觉怎么样，大家伙？要不要我再给你加点料？史密斯彻底崩溃了，他双手疯狂地撕扯着自己的喉咙，想要把那些该死的毒物咳出来，但他越是挣扎吸入的就越多，最后庞大的身躯再也支撑不住，咕咚一声跪倒在地，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悔恨，自己竟然被一个 F 级天赋用这种最无赖、最下三滥的方式给活活耗死了。还有谁想试试？现在投降还来得及，不然我可就要无差别攻击了哦。魔鬼，他就是个魔鬼。先是用同归于尽的方式炸残了攻击力最强的樱花国剑圣，又用放毒屁一样的招数活活耗死了防御力最强的史密斯队长。这两种打法，一种比一种无赖，一种比一种恶心。这根本不是比赛，这是虐杀！我投降！别过来，我也投降。我们把积分都给你。这就投降了？你们这帮软蛋有点骨气好不好？今天你们不把我打死，谁也别想走。说话间，身上又开始冒起了那不祥的绿光。最终，第一届全球觉醒者联合演习，华夏队以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方式夺得了冠军。秦烈这个东方恶魔名号也在一夜之间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深夜，美丽国五角大楼秘密会议室内，先生们，这个代号东方恶魔的华夏人已经不是常规武器能够对付的了，他的存在已经严重打破了全球的军事平衡。如果我们再不采取行动，未来10年甚至100年，我们都将被华夏死死地压在身下。将军，我们分析了他的所有战斗数据，结论是无解。他的复活能力似乎不消耗任何能量，并且没有任何冷却时间，这已经超出了我们目前对能量守恒定律的理解。而且他的爆炸威力还在随着他的战斗而不断增强。最可怕的是，他似乎能免疫大部分精神控制和负面状态，想从物理层面杀死他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能将他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抹去。如何抹去？根据我们从一处上古遗迹中发掘出的资料显示，我们的世界并非唯一，在无数的次元位面之外，存在着一片被称为虚空的混乱地带。那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物质，只有永恒的狂暴的能量乱流。任何掉入虚空的生物，哪怕是神明，也会在瞬间被撕成最基本的粒子，然后永远地迷失在无尽的黑暗中。我们的计划是利用遗迹中发现的一座禁忌法阵，强行打开一道通往虚空的裂缝，然后将秦烈放逐进去。这个计划我们称之为虚空放逐。将一个活生生的人放逐到永恒的虚无之中，这比直接杀死他要残忍10000倍。这个计划的可行性有多高？90%，但是启动这座法阵需要极其庞大的能量，以及一个足够分量的祭品作为坐标定位。我们计算过，至少需要献祭一件 SS 级的神器，才能精准地锁定秦烈一个人，并将他传送走。而且法阵是一次性的，一旦启动就会彻底崩溃。这是一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计划。我同意这个计划，但是一件 SS 级的神器，其价值不亚于一艘航空母舰。用如此巨大的代价去对付一个人，光靠我们一个国家承担不起这么大的代价。去联系樱花国，以及在这次演习中被那个恶魔羞辱过的国家，告诉他们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要么大家一起凑钱把这个恶魔送走，要么就等着以后被他挨个上门友好访问。很快，一个秘密跨国联盟悄然成立，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1周后，雷万军办公室内。报告首长，我们在西南边境大山深处发现了一处未被探索过的上古遗迹。根据无人机传回的能量波动分析，遗迹的核心极有可能存在一件神级宝物——生命之泉。据说只要喝下一口泉水，就能延年益寿，甚至断肢再生。生命之泉，这东西只在神话传说里出现过，怎么会突然冒出来？而且出现的地点和时机都太过巧合了。情报来源可靠吗？
绝对可靠。这份情报是我们在美丽国高层安插的鼹鼠，貌似传回来的。据说美丽国也发现了这个遗迹，正准备派自由之队小队秘密潜入夺宝。又是美丽国，这其中必有蹊跷。但是生命之泉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如果真能得到这件宝物，对于华夏的整体实力将是巨大的提升。就在雷万军陷入了两难时，秦烈走了进来。老雷，听说有新玩具了。他一把抢过雷万军手里的情报，看了几眼，眼睛瞬间就亮了。生命之泉，好东西啊！这玩意儿要是能量产，以后我自爆都不用担心饿肚子了，直接喝水就行。这活我接了，不就是跟美国队长抢东西吗？上次还没打过瘾呢，我这就去把那个泉水给咱们搬回来。雷万军看着秦烈那副自信满满，甚至有些迫不及待的样子，心里的疑虑被打消了一半。也许是自己多心了，以秦烈现在的实力，就算是个陷阱，他应该也能应付得来吧？毕竟谁能困住一个会无限复活，还会无限爆炸的疯子？好吧，你带上林小雅速去速回，记住，安全第一，宝物是次要的，一旦发现不对劲，立刻撤退。放心吧，老雷，这个世界上还没有我秦烈去不了的地方。但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一张由全世界最顶尖的阴谋家为他量身定做的大网已经悄然张开，而他正一步步地走向那个名为永恒虚无的深渊。秦哥，我有点害怕。怕个毛线，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富贵险中求，不冒点险哪来的生命之泉喝？你们就在外面待着，我一个人进去，等我把那个泉水给你搬回来当洗脚水用。说完便独自一人进入了那个漆黑的洞穴。几分钟后，一个巨大的地下溶洞出现在眼前，溶洞的中央，一汪泉水正鼓鼓地向外冒着，一股浓郁到极致的生命气息从泉水中散发出来，仅仅是闻上一口，就让人感觉浑身的疲惫都一扫而空。生命之泉看起来情报是真的，但这里也太安静了吧？按理说这种天才地堡旁边至少也该有几头守护魔兽吧？怎么连只苍蝇都没有？嘿嘿，宝贝，我来了。就在他触碰到水面的瞬间，整个溶洞突然剧烈的颤抖起来，紧接着无数道如同蛛网般的符文从地面亮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竞技法阵，一股无可匹敌的空间力量瞬间笼罩了整个溶洞。不好，是陷阱！在洞外等候的众人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想都没想就要开启传送门把秦烈拉回来，但一层半透明护罩已经将整个天坑笼罩。林小雅的空间能量撞在护罩上，如同泥牛入海，没有激起一丝涟漪。溶洞内秦烈的头顶裂开了一道漆黑的口，后面不是星空也不是岩石，而是令人绝望的黑暗，仿佛连接着宇宙的尽头。一股庞大到无法抗拒的吸力将秦烈拽进那道裂缝中。我操，玩这么大，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上古遗迹，这是要把我放逐到未知的次元，想让老子在无尽的虚空中永世漂流，做你娘的春秋大梦，给老子爆！一道混合着血色与白光的冲击波在溶洞的中心轰然炸开，然而法阵只是闪烁了几下，就将这股恐怖的能量全部吸收了。秦烈的身影彻底消失在了那片黑暗之中，虚空裂缝缓缓愈合，法阵渐渐隐去，整个溶洞又恢复了之前的平静。京城最高统帅部报告首长，火种信号丢失，生命体征无法监测，空间坐标消失。备战，全军一级战备，所有战略导弹部队解除保险，老子要让那帮杂碎知道，动我华夏的英雄是个什么下场。当所有人都以为华夏将要失去秦烈时，那个被他们放逐到虚无中的恶魔非但没有死，反而找到了一个最适合他生长的天堂。我操，这地方有点带劲啊，这里的能量好纯粹啊！如果我在自爆的瞬间主动吸收这些能量，让他们参与到我的无限重铸过程中，那我的身体是不是就能对空间能量产生抗性，甚至掌控这种力量？他深吸一口气，对着迎面而来的一道空间风暴发动了肉体炸弹，无限重铸的力量在这一刻爆发到了极致，金色的光芒强行将那些被空间能量污染的血肉粒子重新聚合在一起。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蕴含了一丝微弱的空间之力。哈哈哈，成功了，再来！他在空间风暴自爆99999次后，恭喜宿主在无尽的虚无中领悟了空间的真谛，肉体炸弹发生变异进化，获得全新概念及技能虚空自爆。引爆自身时将引动空间法则，对指定区域造成空间坍塌效果，可无视任何形式的物理与能量防御。哈哈哈！虚空放逐，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送我来这么好的地方练级。秦烈闭着眼睛感受着体内那股足以撕裂空间的可怕力，然后将所有的力量汇聚于一点。一条黑色隧道被他硬生生地炸了出来。与此同时，樱花国东都首相官邸，所有参与了虚空放逐计划的高层齐聚一堂。各位，我们成功了！那个悬在全世界头顶的东方恶魔，那个华夏的人形合物，已经被我们成功放逐到了永恒的虚无之中。他将永远地迷失在无尽的黑暗里，直到他的灵魂被彻底磨灭。从今天起，我们再也不用活在他的阴影之下了。现在华夏失去了他们最强的王牌，他们的威慑力将大大降低。下一步我们可以联合美丽国，重新对东海的资源进行划分了。是时候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这片大洋真正的主人。然而就在这时，一阵极其尖锐的防空警报声毫无征兆地划破了东都的夜空。怎么回事？是哪个部门的混蛋在这种时候搞演习？拉出去毙了！嫡系，首相大人，不好了！天上裂开了！
不可能！你怎么可能回来？你应该已经死了，永远的消失了。你们的快递我亲自送来了，麻烦签收一下。虚空自爆，给我爆！当那狂暴的虚空能量渐渐平息，原本东都所在的位置出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这一击的威力超过了人类历史上引爆过的所有核武器的总和。它不仅炸沉了樱花国的首都，更是直接炸断了樱花国的国运脊梁。这威力确实有点超标了。本来只想炸个官邸的，没收住手，把半个城市都给扬了。不过这也算是礼尚往来吧。你们想让我永远消失在虚空里，那我就让你们也尝尝虚空的滋味。另一边，美丽国最高作战指挥室报告将军，根据卫星捕捉到樱花国的能量残留分析，那不是常规爆炸，也不是核爆炸，那是空间坍塌。那个华夏人，他不仅从虚空里回来了，他还把虚空的力量带回来了。将军，我们的评估模型失效了，这种级别的力量已经不是人类可以抗衡的了。他是神，他是行走在人间的神。快联系外交部，立刻马上把我们针对华夏的所有军事部署全部撤销，把我们在东海的航母战斗群撤回来，撤到西海岸，再准备一份国书，我要亲自向华夏致歉，告诉他们这是一场误会，天大的误会，我们愿意赔偿，愿意割让利益，只要那个疯子别来我们华盛顿。这小子真把天给捅破了。老雷呀，看来我们还是低估了他，这哪里是什么火种，这分明就是咱们华夏的守护神啊！传我命令，全军解除1级战备，打开国门，迎接我们的英雄回家。小雅，我回来了，有没有红烧肉啊？我要吃50斤，最好再来点大馒头，要刚出锅的那种，我都快饿死了。还愣着干什么？把全城的猪都给我杀了！今天咱们给英雄庆功。林小雅破涕为笑，看着那个一点正形都没有的男人，心里那块悬着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3天后，秦烈被雷万军带到了西北荒漠深处的一个绝密基地，这里是华夏最重要的战略导弹研发中心。老雷，带我来这儿干嘛？难道是要请我看烟花？比看烟花更刺激。介绍一下，这是国家为你量身定做的最新型战略载具，代号东风秦，当然你也可以叫它真理快递。秦将军，你的身体强度已经可以无视空间撕裂和超高音速的过载，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用那些慢吞吞的飞机或者传送门呢？这枚导弹采用最新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末端速度可达25马赫，全球任意地点1小时内必达。这他妈是给我做的？考虑到洲际飞行的枯燥性，我们特意为您配备了全套的娱乐系统，而且这枚导弹的外壳采用了最新的隐身涂层和反拦截技术，在抵达目标上空后，弹头会自动分离。您可以选择直接撞击引爆，也可以选择弹射出舱，来个从天而降的掌法。牛逼，太他妈牛逼了！我以前只想着做大炮，没想到你们直接给我整了个洲际导弹，这待遇除了我也没谁了吧？秦烈，这不仅仅是个交通工具，它还是悬在所有敌人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只要这枚导弹在发射架上竖着，就没有人敢对华夏轻举妄动。另一边，名为猎魔的绝密会议正在紧急召开。各位，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那个华夏代号火种的秦烈已经彻底脱离了我们的掌控，他不再是一个人类，甚至不再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觉醒者，他是怪物，是一个拥有无限复活能力，掌握了虚空规则，并且行事毫无底线的疯子。他不是人，是撒旦。我们的首都没了，全没了，几百万人连个尸体都找不到，就这么凭空消失了。你们必须杀了他！樱花国代表歇斯底里的哭喊声在会议室里回荡，一种兔死狐悲的凄凉感笼罩在每个人心头。那么积极的就知道哭，你的眼泪能把那个恶魔淹死吗？根据智库的最新分析，秦烈的力量虽然恐怖，但并非完全无解。是的，麦克将军，我们研究了他所有的战斗录像，发现了一个关键点，他的虚空能量虽然具有毁灭性，但在释放之前需要极短的时间进行蓄力和空间定位，而且他的肉体虽然可以无限重组，但在重组的那 0.1 秒内，他的灵魂是处于离体状态的。这就是他的弱点，我们虽然无法从物理层面消灭他，但我们可以封印他。教廷那边已经拿出了压箱底的神器，配合我们最新的科技，足以构建一个能够隔绝一切能量的绝对真空领域。只要把它引进去，它就成了没牙的老虎。可是怎么把它引出来？那家伙现在肯定的在华夏的基地里被严密保护着，我们总不能直接攻打华夏吧？那就等于第三次世界大战。不需要攻打，我们要用大势逼他出来。华夏虽然强，但他们不可能与全世界为敌。只要我们联合起来，给他们施加足够的压力，他们就不得不妥协。说完，他拿出了一份早已起草好的文件，针对超常规个体限制的法案。他将秦烈定义为反人类的暴君，全球公敌，是对地球安全的最大威胁，要求华夏必须无条件交出秦烈，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和监管。
先自拔各位，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要么我们联合起来把这个恶魔关进笼子里，要么我们就等着被他一个个找上门，把我们的首都也变成深渊。半小时后，一份措辞极其严厉、充满威胁意味的外交照会发送到了华夏京城。无耻！这帮强盗、土匪，明明是他们先搞什么虚空放逐，想害死秦烈，现在秦烈活着回来了，他们就开始扮可怜，开始讲人权，开始讲法律，还要我们把秦烈交出去审判，审判个屁！雷万军手里的外交法案清楚地写着，现华夏方在72小时内将战犯秦烈移交给雄鹰国看管，否则西方联盟将对华夏实施全方位的经济封锁和科技禁运，并保留使用联合军事手段的权利。首长，我们怎么回复？告诉外交部，不用跟这帮强盗客气，想打架老子奉陪到底，想动秦烈，让他们先从老子的尸体上踏过去。同时，华夏外交部也召开了一场备受瞩目的新闻发布会，现场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请问发言人，华夏是否承认秦烈在樱花国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华夏政府一直包庇这样一个危险分子，是不是意味着你们想要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如果秦烈再次失控，华夏能承担得起后果吗？首先，我要纠正你的措辞，秦烈不是罪犯，他是华夏的军人，是守护这片土地的英雄。一个屠杀了数百万人的刽子手，也配叫英雄？当你们的国家联合樱花国用卑鄙的手段将他放逐到虚空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他是受害者？当你们觊觎华夏的领土，试图瓜分东海资源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是强盗？这叫因果循环。华夏不惹事，但也绝不怕事。华夏5000年的历史，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要打便打，要战那便战，哪怕举世皆敌，我们也绝不抛弃自己的英雄。另一边休息室内，秦哥出大事了，全世界都在骂你呢，他们说你是全球公敌，还要联合起来制裁我们。雄鹰国那边已经发了最后通牒，如果不把你交出去，他们就要动手了。这次是真的要打仗了。小雅，你跟了我这么久，怎么胆子还是这么小？既然他们这么想见我，还搞了个什么审判大会，我要是不去，岂不是显得我很没礼貌？秦哥，你该不会是想……没错，既然他们不来找我，那我就主动送上门去，告诉老雷不用跟他们打嘴仗了，我这就去那个什么联合会议现场看看，到底是谁嗓门这么大，敢叫唤着要审判老子。华夏西北荒漠导弹发射控制室内，这小子只有他能想出来做导弹去参加会议，这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载人洲际导弹发射啊！要换个人，光是那25马赫的过载就能把脑浆子摇匀了。报告首长，各项数据检查完毕，推进系统正常，生命维持系统正常。秦烈，这次任务代号真理速递，你的目标只有一个，把那帮想骑在我们头上拉屎的家伙给我镇住，要是丢了人，回来老子关你1年禁闭。放心吧，老雷，既然是去开会，我肯定会以理服人的。点火发货，让那帮孙子看看什么叫来自东方的真理快递。